上帝输了，犹太圣书塔木德藏着什么秘密？欢迎收听深邃视野的播客频道，我是您的时光之旅导航员劳伦斯星辰。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了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讨论了人类如何从非洲草原上的边缘生物一步步走到今天。在那本书里，赫拉利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智人之所以能统治世界，是因为我们拥有虚构故事的能力。宗教、国家、货币、法律，所有这些让陌生人能够大规模协作的东西，本质上都存在于人类的共同想象之中。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书，恰恰是人类虚构故事能力最极致的产物之一。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历史书，更不是哲学著作，但它同时包含了这一切。它是一部法律典籍，却充满了神话、寓言、诗歌和日常生活的琐碎记录。它跨越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由2000多位学者接力完成，最终形成了一套20卷、12000多页、250多万字的庞然大物。它就是塔木德。如果说圣经、旧约是犹太民族永恒的信仰基石，那么塔木德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伴侣和行动指南。这部诞生于2000年前，历经10余个世纪编纂而成的文献，被誉为仅次于圣经的犹太教核心典籍。你可能会好奇，这样一部2000年前的大部头，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让我先给你讲几个真实的故事。如果你走进一个正统派犹太家庭，你可能会看到一个特殊的场景。孩子开始学习识字时，母亲会翻开塔木德，把几滴蜂蜜滴在书页上，然后让孩子用舌头去舔。孩子第一次接触这本书，尝到的是甜味，这个仪式的含义不言而喻。知识是甜的，读书是一种享受。犹太孩子从1岁开始，母亲就会讲述圣经和塔木德里的故事。他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一个信念：书本是甜的。等到孩子稍大一些，犹太父母的教育方式就更另类了。孩子摔破了一个杯子，大多数家长的反应可能是责骂，但犹太父母会蹲下来问孩子一个问题：为什么杯子不是往天上飞，而是往地上掉？然后他们借着这个机会给孩子讲解万有引力。在犹太人看来，生活中的每一个错误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他们不因孩子犯错而处罚，而是通过犯错来教育。再大一些，犹太孩子会被父母带着去博物馆、剧院去读各种书，父母努力让他们接触新奇的事物，并不断鼓励他们提问、思考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犹太教育的核心理念是，学习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质疑。塔木德不断告诉人们，问问题会促使人去质疑、思考和挑战现状。犹太父母不会要求孩子成为最好的，而是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才能银子。他们鼓励孩子超越自己，而不是超越别人。这种教育方式的结果是什么？犹太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2%，但犹太裔科学家获得的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却占了总数的22%以上。超微半导体公司的执行长苏姿丰就是从小在父亲的犹太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苏父坦言，他教养女儿的灵感来自犹太人代代相传的经典塔木德。他直言，苏姿丰若是采取台湾式教育，不太可能有今天。这就是塔木德的力量。它不是一本只属于犹太人的书，而是一部关于如何思考的教科书。当然，这也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不同理解和争议的书籍。今天我们将逐卷深入这部巨著，去客观而公正地看看里面到底讲了什么，不是泛泛而谈它涉及哪些领域，而是真正走进每一卷，去读那些具体的律法、案例、辩论和故事，理解它背后隐藏的秘密。在旅程的最后，我们还会探讨一个更宏大的问题：这本1000年前的典籍对今天的犹太人和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一站，什么是塔木德？从口传律法到文字法典，塔木德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语，意为教导或学习。要理解它，我们必须先回到犹太教最根本的概念——律法。根据犹太教的传统，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启示了律法，摩西将其写成了5卷书，这就是摩西5经及成文妥拉。但是犹太教还相信，除了这些写下来的律法之外，还有一套与之一同相传的口头传统——口传妥拉。这些口传的律法代代相传，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安息日如何遵守到饮食如何洁净，从婚姻如何缔结到赔偿如何判定。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第二圣殿被毁，犹太民族失去了故土和圣殿，开始了漫长的全球流散。在这样一个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犹太先哲们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圣殿，没有了国家，没有了稳定的社群，
那些代代口耳相传的律法会不会随着流散而失传？为了防止口传妥拉湮灭，犹大亲王亦称哈拿西拉比，在公元2世纪末至3世纪初，将此前数个世纪的口传律法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和汇编，形成了密西拿。密西拿的意思是复述或教导，它构成了塔木德的基础正文。但密西拿只是起点，此后数百年间，生活在以色列地和巴比伦的犹太拉比们不断对密西拿的条文进行解释、辩论和扩展。这些衍生出来的讨论内容被汇编成格玛拉，格玛拉的意思是学习或完成。密西拿和格玛拉合在一起就是塔木德。由于当时的犹太学者主要聚居在2个地区，格玛拉发展出了2个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公元4世纪左右在以色列地编纂的耶路撒冷塔木德，另一个是公元6世纪初在巴比伦今伊拉克地区编纂的巴比伦塔木德。后者内容更加全面详尽，在后世成为流传最广、最具权威的版本。巴比伦版塔木德在各版本中最受推崇，它不仅内容详实，更包含了丰富的注释和深入的讨论。如今人们通常所说的塔木德，指的就是巴比伦塔木德。塔木德共分6卷，分别是种子节日妇女、损害圣化和洁净。6卷之下又细分为63篇，每篇又有多章与段落，内容涵盖农业、节庆、婚姻、民法、刑法、祭祀、洁净仪式等各层面，是一部立体的社会百科全书。第2站，种子卷，土地的神圣与农业的律法。我们来到第1站，种子卷 Zerim， 这一卷共包含11篇，核心主题是农业与土地相关的律法。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生存的根本，而对犹太人来说，土地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它是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本身就具有神圣性。第1篇叫祝福，讲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祈祷与感恩。犹太人每天要念诵的祷文、饭前饭后的祝福，以及各种场合下的感恩仪式，都在这一篇中有详细的规定。它体现了犹太教的一个核心理念：神圣不只存在于圣殿中，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里。在种子卷中，有一个重要的律法概念叫田角捐 P1。农民在收割庄稼时，不能把田角的庄稼全部收走，必须留下一部分给穷人和寄居者去拾取。类似的律法还有举祭和各种11税收成的1/10要用于宗教和慈善目的。这些律法的背后有一个深刻的社会理念：土地是上帝赐予的，人只是管理者，而不是绝对的所有者。更重要的是，安息年 Shavuot 的律法，每7年土地要休耕1年，所有自然生长的作物任由穷人和野兽取食。这个制度今天看来仍然震撼，它不仅是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是一种深刻的信仰宣告：土地不属于人，属于上帝，人只是暂时的管家。种子卷虽然讨论的是农业问题，但它的精神内核远不止于此。它告诉我们，即便在最世俗的耕种和收割中，人也可以活出神圣的秩序。第3站，节日卷，时间的圣化。从空间、土地的圣化，我们转向时间、节日的圣化。节日卷 Mode 共包含12篇，讨论安息日和各大节期的守则。第1篇安息日 Shabbat 无疑是全卷最重要的一篇。安息日是犹太教最核心的实践之一，也是塔木德讨论最细致的主题之一。从点灯、做饭、行走的距离到携带物品的规则，每一件事都有精微的讨论。犹太思想将安息日视为时间的神圣之岛，每7天中有1天，人类停止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回归到纯粹的存在状态，提醒自己，世界不是人创造的，人也不是自己的主人。逾越节 Pasachim 讨论的是纪念犹太人出埃及的节日。这个节日是犹太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从奴役到自由的故事，塑造了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塔木德详细规定了逾越节晚餐的程序、无酵饼的制作、苦菜的食用，以及如何向下一代讲述出埃及的故事。赎罪日 Yuma 则讨论1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在这一天，大祭司进入圣殿的至圣所，为全体以色列人赎罪。塔木德详细描述了圣殿中的仪式流程。虽然第2圣殿已经被毁，但拉比们仍然在文字中保存和讨论这些仪式的细节，仿佛圣殿仍然矗立。住棚节 Sukkah 讨论的是秋季的收获节。犹太人要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纪念旷野漂流40年。塔木德讨论了棚子的建造标准、尺寸要求以及在其中生活的具体规定。通过遵守这些节期，犹太人将自己的生活嵌入一个由上帝设计的时间框架中，每一次过节都是对民族记忆和信仰的重新激活。第4站，
妇女卷婚姻、家庭与两性关系。第3卷是妇女卷 Nashim， 共包含7篇，讨论婚姻、离婚、誓言和家庭关系。阿基瓦拉比与拉杰，千年爱情传奇。在妇女卷中，有一个塔木德最著名的爱情故事——拉比阿基瓦与拉杰的故事。拉比阿基瓦出身贫寒，40岁时还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牧羊人，为一位名叫卡尔巴·萨布阿的妇人工作。卡尔巴·萨布阿的女儿拉杰看中了阿基瓦的潜力，愿意嫁给他，条件是婚后他必须去经学院学习妥拉。阿基瓦答应了。拉杰的父亲得知后勃然大怒，将他逐出家门，并发誓不让他从自己的财产中获益。阿基瓦离家去经学院学习了12年。据塔木德记载，12年后的阿基瓦已不是当年的文盲，他带着12000对门徒，约24000人学成归来。但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门外听到妻子对邻居说：“如果他再学12年，我也愿意等他。”阿基瓦听了这话，转身又回到经学院，继续学习了12年。24年后，阿基瓦再次归来，这时已是德高望重的大拉比。他的岳父卡尔巴·萨布阿后来后悔了当初的决定，听说城里来了一位大拉比，便前去请求他解除自己的誓言。他并不知这位拉比就是当年被他赶走的牧羊人。阿基瓦问他：“如果你知道你的女儿嫁的是一位学者，你还会发那个誓吗？”岳父回答：“即使他只学会1章或1条律法，我也不会发那样的誓。”阿基瓦这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宣布解除了他的誓言。岳父激动地亲吻他的脚，并将1半财产赠与他们。这个故事不仅是一个动人的爱情传奇，也深刻体现了塔木德对学习的至高推崇。拉杰愿意为知识等待24年，阿基瓦愿意为知识离家24年，这在当时，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令人震撼的价值观。这个故事后来在犹太传统中被反复传颂，成为爱情、牺牲与知识追求相结合的典范。婚约书 Kitabot 篇是妇女卷中最具实践意义的一篇。婚约书是丈夫在结婚时给妻子的法律文书，明确规定万一婚姻终止，无论是离婚还是丈夫去世，丈夫将赔偿妻子多少钱。这是古代社会中少有的保护妇女经济权益的制度。塔木德中详细规定了婚约书的条款、数额以及在不同情况下的执行细则。有趣的是，塔木德还为不同职业的男人们拟定了一份最低性生活日程表，根据丈夫的职业和离家时间，规定他必须多久回家一次履行婚姻义务。这个规定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保护了妻子的基本权益。遗妻 Sota 片讨论的是妻子被怀疑不忠时的处理程序。如果丈夫怀疑妻子通奸但没有证据，妻子要被带到圣殿，经过一个仪式性的苦水测试。离婚 Gittin 篇则讨论离婚的法律程序，详细规定了离婚文书的书写格式、见证人的要求、送达的方式等。妇女卷虽然是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律法，但它远远超出了家庭事务的范畴。它处理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这些讨论塑造了犹太家庭生活的伦理底色。第5站损害卷民事与刑事的正义。第4卷是损害卷 Nezikim， 共包含10篇，是塔木德中法律含量最高的一卷，涵盖民法、刑法、法院程序等。损害卷的前3篇是一个系列，第1门损害赔偿 Bava Kama， 第2门资产纠纷 Bava Matzia， 第3门地产与继承 Bava Batra。 这3篇合称3扇门，是塔木德中法律讨论最集中的部分，也是后世法律学者研究最多的部分。第1门损害赔偿讨论的是侵权责任。如果一个人的牛鼎伤了人，或者一个人的井导致他人跌落，或者一个人的火烧了别人的财产，谁来赔偿？赔多少？塔木德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其细致，区分了故意和过失、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人对人的损害和物对人的损害等不同类别。拉比们甚至讨论了4类监护人的责任：无偿保管人、有偿保管人、借用人和租用人在不同情况下的赔偿责任。第2门资产纠纷中有一个著名的案例，2人共同抓住一件衣服，各自声称是自己找到的。塔木德的裁决是2人平分这件衣服，除非一方能提供证据。这个案例看似简单，却体现了犹太律法的核心原则，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公平分配争议物。塔木德还讨论了雇佣关系、借贷、托管等商业法律问题，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律法：如果雇工在规定的发薪日向雇主要求支付工资，而雇主声称已经付过了，雇工只需宣誓没有收到就可以得到工资。
这条律法体现了对弱者的倾斜保护，雇工靠工资生存，法律不能让他陷入无休止的举证困境。第三门，地产与继承讨论的是不动产交易和继承法，包括房产买卖的规则、相邻权的限制、遗产分配的顺序等。这些讨论构成了犹太民法的基础。犹太法院 Sanhedrin 篇是刑法部分的核心。Sanhedrin 指的是古代犹太人的最高法院，由71位法官组成。塔木德详细规定了法院的组成、法官的资格、审判的程序、证据的规则等。其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规则，在死刑案件中，如果所有法官一致认为被告有罪，被告反而会被无罪释放，因为一致意见被认为可能意味着审判程序存在系统性偏见，缺乏充分的辩护。祖训 Avot 篇是损害卷中非常特殊的一篇，它几乎不涉及法律条文，而是一系列伦理格言的汇编。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来自希勒尔拉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妥拉的全部，其余都是注释。去学吧。这条格言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导惊人的相似，反映了人类智慧的共通之处。另一条格言说，一个人总要像芦苇杆一样柔顺，而不要像雪松那样刚直。刚直易折，柔韧方能持久。损害卷展示了犹太律法在民事和刑事领域的精细程度。拉比们已经具备了出色的法律推理能力，他们的判决原则如谁主张谁举证、过失责任、公平分配等，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其合理性。第六站，圣化卷，圣殿与献祭的秩序。讲完第四卷损害卷的民事与刑事律法之后，我们进入塔木德的第五卷圣化卷 Kodashim。 如果说损害卷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圣化卷处理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圣殿中的献祭仪式和与圣物相关的律法。圣化卷共包含11篇，核心主题是耶路撒冷圣殿中的宗教侍奉和各种献祭仪式 Korbanot 及祭品。第一篇动物献祭篇 Zaphachim 是全卷的核心，详细规定了动物和鸟类献祭的程序。法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每种祭品该用什么样的动物，该由谁来宰杀，血该如何处理，哪些部位归祭司，哪些烧在祭坛上，哪些由献祭者食用，这些在圣经中只有轮廓的规定，在塔木德中被细化成了一部精密的操作手册。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塔木德讨论了如果献祭者在宰杀时带着错误的意图，比如心里想着我要把这只羊当作平安祭，但实际上这只羊已经被指定为燔祭，祭品是否依然有效？拉比们的结论是，这取决于献祭者的意图是在关键动作宰杀时产生的，还是在次要动作时产生的。这种精微的区分贯穿了整篇讨论，体现了拉比们对仪式精确性的极致追求。第二篇素祭篇 Minahot 讨论的是谷物和油的献祭，这是穷人可以负担得起的祭品。塔木德对素祭的制作、烤制、添加油和乳香的方式都有详细规定，其中有一条饶有趣味的讨论：如果素祭的饼在烤制过程中发酵了怎么办？圣经明确禁止在献祭中使用发酵的东西，但如果在烤制过程中意外发酵，拉比们讨论这饼是否还可以使用，最终的结论是，如果发酵发生在烤制之前则无效，如果发生在烤制之后则仍然可以接受。第三篇世俗宰杀篇 Cholim 讨论的是非祭祀目的的动物宰杀规则，与圣殿无关，但直接关系到每个犹太人餐桌上的饮食。犹太人日常食用的肉类必须按照特定的方式宰杀，一刀切断气管和食道，放进血液。这一篇讨论了屠宰刀的检查标准、屠宰者的资格要求，以及被屠宰动物是否患有疾病等复杂问题。第四篇首生篇 Bech Harot 讨论头生的归上帝的律法，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头生的都要奉献给上帝，人或通过赎金赎回。这一篇讨论了如何判断首生，如果一头母牛生了一对双胞胎，哪个算首生？如果母牛在怀孕期间流产了怎么办？这些讨论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也具有实际的财产和经济意义。第五篇估价篇 Arakim讨论一个人向圣殿捐献相当于自己估值的金额。圣经规定了一个根据年龄和性别确定的估值表。塔木德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这种誓言有效，如果当事人贫困怎么办，以及如何计算分期付款等问题。这一篇有一条令人印象深刻的律法：如果一个人贫穷到无法支付自己的估值，法院应该评估他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强制执行全款，这体现了律法对穷人的体恤。第六篇替代篇 Tamura 讨论一个有趣的律法问题：如果一个人说我要把这头牛作为燔祭，
然后又说我要用这头羊替代那头牛作为燔祭，那么这2只动物都成为圣物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条律法的深层逻辑是，一旦人将某物奉献给上帝，就不能随意撤回。言语本身具有约束力，即使说错了也不能收回。这体现了犹太文化中对言语的高度重视。第7篇切除篇 Carry Out 讨论那些会导致切除 Correct 及灵魂被剪除的罪。圣经列出了30多种会导致切除的罪，包括亵渎安息日、吃血、在赎罪日不刻苦己心等。本篇讨论的是这些罪的详细界定以及相应的赎罪祭。第8篇亵渎圣物篇 Mi'ila 讨论错误使用圣殿财产的法律。如果一个人无意中使用了本应属于圣殿的物品，他该怎么办？这一篇讨论了赔偿的规则，除了归还等值的物品外，还需要额外支付1/5的罚款，并献上1只公绵羊作为赎愆祭。第9篇长线篇 Tamid 描述圣殿中每日的长线祭的程序。这一篇更像是一部操作规程，从祭司们清晨如何起床，如何抽签分配职责，如何清理祭坛上的灰烬，到如何宰杀和焚烧祭品，所有步骤都有详细的记录。第10篇度量篇 Mikdot 描述第2圣殿的建筑结构和尺寸，保存了圣殿的建筑蓝图。它记录了圣殿的各个部分，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祭坛、门廊的具体尺寸和位置，让后世能够想象那个已经消失的神圣空间。第11篇鸟巢篇 Kinam 讨论鸟祭的复杂律法。在某些情况下，穷人可以用斑鸠或雏鸽作为祭品，但如果多只鸟被混在一起，如何分辨哪只属于哪个献祭者？这一篇涉及极其复杂的排列组合问题，被称为塔木德中最难理解的篇章之一。在第2圣殿于公元70年被毁后，这一卷的许多律法失去了直接的实践基础，但拉比们仍然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正如塔木德的编撰者们所持的观点，研读圣殿侍奉的律法本身就相当于一种献祭。第7站洁净卷神圣与世俗的边界。第5卷圣化卷讨论的是如何接近神圣。第6卷洁净卷 Taharot 讨论的则是如何界定洁净与不洁的边界，从而避免亵渎神圣。在犹太思想中，洁净 Tahara 与不洁 Tam'a 不是卫生概念，而是宗教概念。不洁并不是脏，而是一种与神圣相斥的状态。一个人可以因为接触尸体、某些动物或身体分泌物而成为不洁的。不洁的人不能进入圣殿，不能接触圣物，直到经过特定的洁净程序。洁净卷包含12篇，是6卷中篇章数量最多的一卷。第1篇器皿篇 Kalim 是全卷最长的一篇，共30章，讨论各种器皿对不洁的敏感性。什么材质的器皿会受污染？如何净化被污染的器皿？什么情况下器皿必须被打破？陶器与金属器皿的规则不同，陶器一旦被污染就必须打破，因为它是多孔的，无法彻底净化，而金属器皿可以融化重铸。第2篇帐篷篇 Ohalot 讨论因尸体遮蔽而产生的仪式不洁。根据圣经，接触尸体的人会变得不洁，而在同一个帐篷下也等同于接触。这一篇详细讨论了什么构成遮蔽，比如一个人和尸体在同一个房间里，即使没有直接接触也被视为不洁。第3篇麻风病篇 Nagam 讨论与麻风病，实际上包括各种皮肤疾病和房屋、衣物的霉变相关的不洁。圣经中详细规定了祭司如何检查皮肤病变，如何判断是否洁净，以及洁净仪式应该如何进行。这一篇是对这些规则的扩展和细化。第4篇红母牛篇 Para 讨论红母牛的仪式。根据圣经，红母牛的灰烬被用来制作除污水，用于净化那些接触过尸体的人。这一篇详细描述了红母牛的选择标准，必须全身红色，没有瑕疵，从未负过恶，宰杀程序、焚烧过程以及灰烬的使用方法。这是塔木德中最神秘的部分之一。为什么红母牛的灰烬能净化不洁？塔木德坦诚，这是律法中的奥秘，人无法完全理解，但仍然必须遵守。第5篇洁净篇 Taharot 与全卷同名，主要讨论食物和液体在什么条件下会变得不洁。圣经明确规定，食物和饮料只有在被水润湿之后才会对不洁敏感，干燥的食物不会吸收不洁。塔木德对此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讨论。什么算被水润湿？如果水果被露水打湿了算不算？如果谷物在脱粒时接触了水分算不算？第6篇净理池篇 Mikvot 讨论用于仪式净理的池子的规则。一个净理池必须有足够的活水，或至少是自然积聚的水才能有效。这一篇讨论了净理池的最低水量，
水质要求以及什么情况下净理池会变得无效。第7篇月经篇 Nida 讨论月经期间的不洁。月经期间的妇女被视为不洁的，她与丈夫的性关系在此期间被禁止，直到完成特定的洁净仪式。这一篇讨论了月经周期的计算、出血的判定标准以及如何确定洁净期的开始。第8篇致敏篇 Max Sherin 讨论使食物对不洁变得敏感的液体。如前所述，食物只有在被特定液体水、葡萄酒、油、蜂蜜、牛奶、露水、血液等7种液体润湿之后才会对不洁敏感。这一篇讨论了这些液体的来源、种类以及它们是如何使食物变得敏感的。第9篇淋病篇 Zavim 讨论因异常体液分泌而产生的不洁。根据圣经，男性如果患有异常的生殖器分泌物就会变得不洁，女性如果有异常的经期外出血也同样不洁。第10篇日间敬礼者篇 Tayval Yum 讨论那些已经在当天进行了仪式敬礼，但太阳尚未下山的人的不洁状态。这样的人处于一种半洁净的状态，他不再是严重不洁的，但仍然不能接触圣物，直到日落。第11篇手篇 Yadayim 讨论未洗净的手的不洁。这一篇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手会变得不洁，如何通过洗手来净化，以及洗手的正确方式。第12篇果饼篇 UK In 讨论水果的茎、皮、壳和等部分对不洁的传播。如果一个水果的茎仍然附着在水果上，那么茎和水果被视为一体，如果茎接触到不洁物，整个水果都会变得不洁。但如果茎已经脱落，它就不再是水果的一部分，不洁不会通过茎传播到水果上。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月经篇之外，洁净卷的其余篇章在巴比伦塔木德和耶路撒冷塔木德中都没有相应的格玛拉。这意味着这些篇章的讨论主要停留在密西拿层面，没有被后世的拉比们进一步扩展和辩论。这很可能是因为圣殿被毁后，许多洁净律法已经失去了实际应用的基础。不洁规则的核心目的是保护圣殿的神圣性，而圣殿已经不存在了。至此，我们已经走完了塔木德全部6卷种子节日妇女损害圣化洁净。但是仅仅知道6卷的结构还远远不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每一卷都不仅仅是律法条文的集合，而是一幅幅动态的思想画卷，拉比们在其中辩论、提问、反驳、再追问。这种辩论性恰恰是塔木德的灵魂，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任何一部宗教经典的核心特征。第8站，阿赫纳伊的炉子一场赢了上帝的辩论。讲完6卷的结构，我们必须专门谈一谈塔木德最独特的魅力，它的辩论形式。塔木德本质上是一部辩论集，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呈现辩论的全过程：提问、反驳、再追问、再反驳。这种螺旋式的讨论结构塑造了犹太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质疑与思辨本身就是学习的一部分。阿赫纳伊的炉子是塔木德中最著名的辩论故事之一。故事是这样的：拉比以利泽在某个律法问题上与大多数拉比意见不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他请来了一系列神迹：一棵树移动了位置，一条河流倒流了，墙壁倾斜了，但其他拉比不为所动，认为神迹不能作为律法辩论的证据。最后，以利泽说：如果律法像我所说的那样，那就让上天来证明吧。于是一个声音从天而降，说：你们为什么要与以利泽拉比争辩？律法确实如他所说。这时另一位拉比约书亚站起来，引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他不在天上。意思是妥拉已经被赐给了人类，律法的解释权已经交给了地上的拉比们，天上的声音不再具有权威。据记载，上帝听到后笑着说：我的儿子们击败了我，我的儿子们击败了我。这个故事令人震撼的地方在于，拉比们在辩论中赢了上帝，而上帝不仅没有惩罚他们，反而说我的儿子们击败了我。这句话被理解为一种肯定，它传达的信息是，人类的理性思辨在律法阐释的问题上甚至超越了神启的权威。社会理论法学大家托伊布纳用这个故事来阐明现代法律的一个核心特征：法律的自我指涉。法律争议的最终裁决只能回到法律自身，而不能依赖外部奇迹。这是一个深刻的法哲学洞见。人是被生下来好，还是不被生下来好？这是塔木德中另一个著名的辩论。有2学派的拉比争论这个问题，辩论了整整2年。最后他们投票得出结论：不被生下来比被生下来还要好。但紧接着塔木德又追问：既然人已经生下来了，那应该怎样活下去？这个悖论恰恰浓缩了塔木德的精神，他不回避生命的荒诞和困惑，但也从不沉溺于绝望。
他直面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应该怎样活？他不给出简单的答案，而是邀请你进入一个永不停息的对话之中。智慧与金钱的辩论，两位拉比在交谈：智慧与金钱哪一样更重要？当然是智慧更重要。既然如此，有智慧的人为何要为富人做事呢？这个问题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思考。第9站，阿基瓦的女儿改变命运的故事。如果说阿基瓦与拉杰的故事是关于爱情与学习的传奇，那么阿基瓦女儿的故事则触及了一个更深刻的主题：命运与人的自由意志。塔木德安息日篇第156页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占星者曾预言，阿基瓦拉比的女儿会在婚礼当天被毒蛇咬死。阿基瓦没有告诉女儿这个预言，也没有试图消灭所有的蛇，他选择了信任女儿，相信她有力量克服这个命运。婚礼那天，女儿做了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她把一枚别针插在了墙上，别针正好刺穿了一条藏匿在墙缝中的毒蛇。第二天早上，当她把别针拔出来时，蛇的尸体也跟着掉了出来。人们问她：“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吗？”她说：“婚礼那天，一个乞丐来敲门，没人理他，我把我那份食物给了他。”拉比阿基瓦对女儿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犹太传统中最著名的箴言之一：施舍能救人脱离死亡。这个故事与睡美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位父亲被告知女儿将面临死亡，但阿基瓦没有像睡美人的国王那样试图摧毁所有的纺锤，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做任何事，不改变日常，不给女儿压力，只是相信她有能力应对挑战。阿基瓦的女儿通过一个善行给乞丐食物，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这里，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宿命，人的选择可以改写既定的剧本。第10站，第12只骆驼超越律法的智慧。塔木德中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智慧故事，虽然它不完全出自塔木德本身，出自阿拉伯传统，后来被融入犹太智慧传统，但它完美地体现了塔木德的思辨精神。一位阿拉伯酋长去世前立下遗嘱，老大继承骆驼群的1/2，老二继承1/4，老三继承1/6。问题来了，他去世时只剩下11只骆驼，三兄弟无法按遗嘱分配，去找裁判官。裁判官说：“我借给你们1只骆驼，等此案解决后再还给我。”加上裁判官的骆驼，一共12只。然后老大分到1/2，即6只；老二分到1/4，即3只；老三分到1/6，即2只。三兄弟皆大欢喜，剩下的那只骆驼正好是裁判官借出的那只，完璧归赵。这个故事看似只是一个数学谜题，但它体现了塔木德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智慧：有时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在于在既有的框架内争辩，而在于引入一个新的变量，让整个局面豁然开朗。裁判官没有违背遗嘱的任何条款，却用1只骆驼的介入和归还化解了看似无解的矛盾。这正是塔木德在无数律法辩论中所展现的思维方式，不满足于表面的对与错，而是寻求一种更高层面的调和。第11站，希勒尔与沙买两大学派的哲学之争。塔木德中最著名的学术对立，莫过于希勒尔学派和沙买学派之间的辩论。这两大学派在公元1世纪前后活跃于耶路撒冷，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持不同意见。塔木德记载，两大学派辩论了3年，最后一个声音从天而降说，这两派都是活神的话语，但律法按照希勒尔学派的观点裁定。为什么律法按照希勒尔学派的观点？塔木德给出的解释是，希勒尔学派的学者们温和谦逊，他们在陈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总是先陈述沙买学派的观点，然后再驳斥他。换句话说，他们尊重对手。塔木德还记载了一个著名的案例，一位外邦人找到沙买拉比，说：“如果你能在我单脚站立的时间内把妥拉交给我，我就入教。”沙买用尺子把他赶走了。这个人又去找希勒尔拉比，希勒尔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妥拉的全部，其余都是注释。去学吧。这正是前面提到的黄金法则。这两大学派的争论塑造了塔木德独特的辩论精神，尊重分歧，倾听对手，在争论中寻求真理。第12站，塔木德中的智慧箴言。除了律法辩论和故事，塔木德还包含了大量的格言、谚语和道德教诲。关于时间与生命，塔木德写道：金钱能够储蓄，而时间不能储蓄。金钱可以从别人那里借，而时间不能借。人生这个银行里还剩下多少时间也无从知道。另一条箴言说：不要说我有空的时候会学习的，也许你不会有空。关于智慧与学习，他写道：
善学者年龄越大，智慧日益丰富；无知者活得越久，愚蠢与日俱增。能逢人学习对方优点者，乃世上最聪明之人。与智者同行，必得智慧；和愚者为伍，必将毁灭。学识和谦虚同样重要。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很快乐，那他一定是很快乐；但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天下最聪明的，那么他一定是个愚蠢的人。关于教育孩子，塔木德有一条非常具体的告诫：一个人绝不应该许诺给孩子什么东西却不兑现，因为这是教孩子撒谎。这条箴言体现了犹太教育中对诚信的高度重视。关于学习与生命，塔木德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这世上有3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三是读进大脑的书。塔木德将知识提升到了与生命同等重要的高度，只要你活着，智慧就永远陪伴着你。关于劳动与尊严，塔木德明确赞美劳动，劳动是伟大的，因为他尊重劳动者，并简洁地说热爱劳动。第13站，塔木德在历史上的攻击与争议。塔木德在历史上曾多次成为攻击目标。公元13世纪，宗教裁判所开始系统性的攻击塔木德。1240年，巴黎举行了一场著名的宗教辩论，基督徒和改宗者指控塔木德含有反基督教的内容。这场巴黎辩论最终导致塔木德被定罪和焚毁。类似的辩论后来也在巴塞罗那和托尔托萨等地举行。几个世纪以来，反犹主义者不断摘取塔木德中脱离上下文的片段，用以污名化犹太教。16世纪，一位改宗者将一批反塔木德的文本传播开来，影响持续到20世纪初。纳粹德国则利用塔木德进行反犹宣传。这些指控大多基于断章取义和曲解一部记录拉比辩论，包含多种观点的文献，仅凭某一段落就断言他教导了什么，无异于从一部哲学对话录中截取一个反方观点，然后声称这就是整本书的结论。如今，针对塔木德的诽谤依然存在，这些攻击大多完全脱离了塔木德的历史语境和辩论性质。塔木德是一部记录拉比辩论的文献，其中包含了不同观点甚至互相矛盾的论述。它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呈现辩论的过程。对塔木德的公正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它的整体结构、辩论精神和历史背景的全面把握之上，而非断章取义的摘译。第14站，塔木德对现代犹太人的影响。讲完了塔木德的内容及其历史遭遇，我们需要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这本1500年前编纂完成的典籍对今天的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日常生活的指南针。对正统派犹太人来说，塔木德仍然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指南。它包含了哈拉哈 （Halakha） 的基础，从早晨醒来如何祈祷，到睡前最后一句祷文，宗教律法规范着观察派犹太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正如一位犹太房地产经理所说，很多时候我去办公室后会遇到关于时事或商业的问题，我会说，哦，我们今天刚在塔木德中学过这个，它就是一份生活蓝图。每日一页 Yomi 运动是塔木德在现代犹太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制度之一。1923年，拉比梅尔·夏皮罗引入了一种新的学习制度，要求全球犹太学者每天研读塔木德的2页。按照这个速度，7年半可以通读一遍。如今，全球有数万犹太人参与这个学习计划。在纽约，有一群犹太通勤者每天在火车上研读塔木德，形成了车轮上的学习小组。他们知道，全世界的数万犹太人正在读同一页，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连接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力量。世俗以色列人的塔木德复兴。近年来，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正在以色列发生，越来越多的世俗犹太人开始学习塔木德。以色列的教育家阿亚拉·德克尔是一位从正统派转为世俗的拉比，他在以色列国防军和各类教育机构中教授塔木德。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不讨论律法条文，而是聚焦于塔木德中的故事和寓言。他解释说，我们学习塔木德是为了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这不仅是一段智力之旅，更是一段情感之旅。在一次课堂上，他带领士兵们学习拉比哈尼拿本哈尼凯的故事。塔木德说路变了，他找不到回家的路。当他终于回到家时，他认不出自己年幼的女儿。这个故事与刚刚结束兵役的以色列士兵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们可能发现自己的家庭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德克尔所说，他们不仅在谈论塔木德，他们在谈论他们自己。比奈中心是一个为寻求犹太传统意义的以色列人而设立的教育机构，它既不属于正统派，也不属于完全世俗的阵营。它甚至延伸到印度和泰国，
在那里为旅行中的以色列年轻人提供塔木德学习课程。这种非宗教的塔木德学习正在成为以色列文化景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政治与社会的争议战场，塔木德在今天的以色列也是一个政治争议的焦点。2026年7月，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宣布学习犹太宗教经典为国家的基本价值观。这项法律被广泛认为是在强化极端正统派群体问服兵役的依据，他们可以通过注册为全日制宗教学生来规避强制兵役。这一争议揭示了塔木德在当代以色列社会中扮演的复杂角色，它既是民族认同的核心，也是社会撕裂的源头之一。另一方面，有评论者指出，极端正统派中逃避工作、全日研读妥拉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塔木德拉比共识的偏离。因为塔木德明确赞美劳动，劳动是伟大的，因为他尊重劳动者，并简洁地说热爱劳动。这种对塔木德原意的挪用与扭曲本身，也成为了当代以色列社会争论的一个侧面。商业与创新的伦理基础，塔木德的经济契约伦理在现代以色列经济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者指出，塔木德强调严格的形式守约与通过契约进行产权安排，这一传统强化了以色列高科技企业研发合同的执行力，从而促进了以色列创新经济的繁荣。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最有钱的企业家当中，犹太人占比超过 50%， 这个数字背后与塔木德传统的教育和思维方式密不可分。当然，这一遗产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虽然塔木德强调了契约精神和产权意识，促进了以色列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但某些商业实践在现代伦理标准下可能受到质疑。女性与塔木德的革命，历史上塔木德的学习长期是男性的专属领域，但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截至2025年，已有100位正统派犹太女性在纽约的耶西瓦特、马哈拉特学院被授予拉比职位，越来越多的女性在高级别上研习塔木德。以色列首次允许女性参加拉比考试。Hadran 等组织致力于让女性进入塔木德学习的殿堂。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这些女性有潜力在犹太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开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那么，全世界是如何看待塔木德这本犹太圣书的呢？在不同文化、宗教和地区的人眼中，它更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形象。它既是智慧宝典，也是争议焦点，有时甚至是仇恨的象征。在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塔木德的形象是最为复杂和充满对立的。在历史上，伊斯兰学者将塔木德视为他者，犹太教的核心经典，有时还会对比它与古兰经关于两个世界、今生与来世的类似观念。一些研究甚至探讨了塔木德的某些教义是否可能通过皈依者影响了早期的伊斯兰教法。更多时候，塔木德在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被负面的描绘，它常被指控包含对非犹太人，尤其是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的贬损内容，并被一些观点视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源。部分以色列学者也认为，阿拉伯世界翻译和研究塔木德动机之一是将其视为了解敌人文化根源以击败敌人的工具。塔木德成熟于公元500年左右，远早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因此其正文中几乎没有直接提及伊斯兰教。但中世纪以来，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一直存在辩论与相互影响。在基督教世界，塔木德经历了从被敌视到被学术研究的漫长转变。从中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就是塔木德为犹太教拒绝承认耶稣为弥赛亚的象征，是犹太人的谬误。它常被反犹主义者用作攻击犹太教的工具，历史上甚至有过将塔木德作为异端书籍焚毁的事件。同样，基督教不承认塔木德的宗教权威，核心分歧在于基督徒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而塔木德中的犹太教观点则明确否认这一点。如今，基督教世界对塔木德的态度更多元，它被视为理解犹太教解经传统的重要文献。同时，一些基督徒也肯定塔木德在维系犹太信仰和锻炼智慧方面的价值。在西方学术界和世俗世界，塔木德的形象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在启蒙运动后的近代，一些世俗化的犹太知识分子曾批评塔木德拥有原始的宗教世界观。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塔木德，将其视为批判理性主义、现代法律概念的源泉，甚至认为是后现代文化的源头。它独特的辩论逻辑和思辨方式被认为能为现代哲学和法学提供新的视角。在东方文化圈，塔木德常被视作一种可供借鉴的智慧或文化研究的对象。
在流行文化中，它常被包装成犹太人的经商指南或家庭教育宝典。在学术界，有学者将其与东方的儒家和道家典籍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不同文化、传统中人性论等议题的异同。终点站：千年辩论的回声。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从以色列地到巴比伦，塔木德凝聚了10个世纪2000余位学者的思考与辩论。它的篇幅惊人，内容庞杂，既是一部律法汇编，也是一座思想的迷宫。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不是一部独白的法典，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集体对话。它的局限也同样明显，某些内容带有时代的烙印，某些观点在后人看来难以接受。塔木德与圣经、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伊斯兰的古兰经并称为影响人类文明的巨著。它不仅是犹太人的智慧宝库，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独特的精神遗产之一。也许塔木德给世界最大的启示，不在于他具体说了什么，而在于他如何说话，通过提问、辩论和永不停息的追问。正如拉比们所说，学习不是为了知道答案，而是为了学会提问。也正如塔木德本身所示范的，最深刻的问题往往没有唯一的答案，只有永无止境的对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深度解读。以书为鉴，可以知智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我是劳伦斯星辰，我们下期再见。